世界千变万化，新闻随时发生，一波为您追踪。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6月22日星期三，欢迎走进一波热点。加拿大5月份通胀飙升7.7%时，你需要知道些什么？加拿大统计局6月22日报告称，加拿大5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比去年同期增长了7.7%，高于4月份的6.8%。5月份的数字超过了这些预期，是自1983年以来的最快速度。汽油价格对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压力最大，比4月份上涨了12%，比2021年5月上涨了48%。加拿大平均油价每升2.03加元，而1年前为1.33加元。食用油价格上涨了30%，是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新鲜蔬菜在4月份增长8.2%之后，5月份增长了10.3%。鲜鱼和冷冻鱼价格上涨了11.7%，肉类仅比上个月的10.1%增长了9%。对于1/5的加拿大人来说，这意味着他们需要在未来6个月内从食物银行或其他社区组织获得食物。对利率最敏感的市场是住房。央行现在已经将这一利率推高至1.5%，并确认会进一步加息。房价和房产销售现在正在像预期的那样进行修正。住房成本比2021年5月增加了7.4%，与4月份相同。房主的重置成本上涨了11.1%，低于上个月的13%。住房通胀似乎正在降温。加拿大央行担心通货膨胀正在成为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而关于房价以近40年来最快的速度飙升的新闻标题只会加剧通胀的预期。大部分价格上涨压力超出了央行的控制范围，但央行有义务保持消费者物价指数以每年约2%的速度增长。通胀放缓的早期迹象是积极的，但价格上涨得太快，使人们无所适从。分析师预测，加拿大央行将与美联储保持一致，并在7月份下一次利率调整政策会议时将其基准利率提高0.4个百分点。您正在为重返工作岗位而担心感染新冠吗？从美国到加拿大再到欧洲，已取消或开始取消 COVID 限制和口罩要求，许多员工正在重返工作场所，无论他们喜欢与否。Angus Reid、CBC 在3月份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许多人没有这样做。56%的受访者表示，如果被要求重返办公室，他们会找另一份工作。近23%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会立即辞职。除了工作与生活的平衡之外，有些人只是担心由于处于通风不足且不再需要口罩或疫苗接种的室内空间，而暴露于病毒中。但并非每个人都可以自由选择。那么现在该怎么办呢？如果重返工作岗位，病例就会增加。工作场所是否安全取决于您是在密闭还是在开放式空间中工作，以及是否有足够的通风。虽然保持距离对于限制 COVID 传播仍然很重要，但通风更是如此。在天气好的时候，如果可能的话，打开窗户。尽量不要在密闭的小房间里工作，并向雇主索要便携式空气过滤设备。任何没有医院级通风的工作场所都必须考虑要求人们在室内戴口罩。如果我感到不安全，我可以拒绝返回办公室吗？员工可能没有太大的空间来拒绝重返工作岗位，但也有例外，比如员工有合法的医疗理由。那么如果我没有接种疫苗，我应该担心回去工作吗？是的，任何少于接种3剂疫苗都会使人们感染 COVID 的风险增加。我已经完全接种了疫苗，但我未接种疫苗的同事也回来了。他们是否会让我处于危险之中？虽然这些疫苗最初在预防严重疾病和传播方面是有效的，但对于 Omicron， 它们在预防感染方面变得不那么有效。无论是1剂、2剂，接种3剂疫苗，或者是从 COVID 中恢复过来的人，所有人都会处于相同的感染风险。佩戴口罩可能会减少传播。
按疫苗接种状况隔离员工不是最有效的方法，并且会造成很多员工的心理伤害和隔阂。COVID 主要通过空气传播，保持对电脑或手机等表面的消毒将有助于限制普通感冒或流感等其他疾病的传播。如果我因为不得不去上班而生病了，我有什么追索权？这个可能性较低。雇主也希望保持员工的健康。如果员工生病而不得不缺勤，对于公司来说，实际上让员工待在家里休息比员工带病工作，从而造成工作效率下降会更好。加拿大人认为美国是盟友，但政府不可信。加拿大人对美国作为一个值得信赖和可靠的盟友有信心，但对目前管理这个国家的人失去了信心。周三，在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调查中，只有61%的加拿大受访者表示，他们对拜登政府在国际舞台所发挥的作用有信心，比2021年对于同一问题的看法大幅下降。去年有77%的受访者表示有信心。与此同时，84%参与调查的加拿大人认为，美国部分可靠或是非常可靠的合作伙伴的比例比前一年增加了16个百分点。21%的人认为他们的南部邻国非常可靠，而2021年这一比例为11%。皮尤全球研究表示，这些结果与该中心在全球其他国家的调查结果几乎一致，并反映了自特朗普离开白宫后的趋势。对于拜登来说，这代表了加拿大人对特朗普离开白宫后带来的兴奋有所降温，而不是对拜登迄今为止的表现彻底失望。几个月来，拜登一直在努力争取在中期选举年获得美国人的支持，这是每位新总统的共同困境。但在 COVID 大流行和乌克兰战争的全球影响之后，这一困境已被大大放大。随着通货膨胀和汽油价格达到新的高点，拜登的支持率一直在试探新的底部。在最近的一项今日美国萨福克民意调查中，只有39%的受访者给拜登打了及格分数，47%的人表示他们强烈不赞同拜登的表现，7%的人表示这个国家走错了路。在美国以外，从去年阿富汗拙劣的撤军后，虽然17个国家的受访者勉强支持撤军的决定，但普遍不赞成其处理的方式。在加拿大，50%的受访者表示退出阿富汗是美国的正确决定，有40%的人不认同，还有10%的人表示他们不清楚。但62%的人表示做得很糟糕，而33%的人表示处理得很好。65%的加拿大受访者表示他们对北约有好感，比2021年的调查下降了2个百分点。习近平在金砖峰会上警告美国扩大军事联盟。周三，习近平在与俄罗斯、印度、巴西和南非最高领导人举行虚拟峰会之前的一次演讲中警告，不要扩大军事联盟。北京正在主办有影响力的金砖国家新兴经济体俱乐部会议，该俱乐部占全球人口的40%以上，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近1/4。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再次猛烈抨击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称经济制裁是使经济问题政治化和武器化。他说，事实再次证明，制裁是使世界经济政治化、工具化和武器化的回旋镖和双刃剑。乌克兰危机再次向世界敲响了警钟，痴迷于自己的实力地位，扩大军事联盟，以牺牲其他国家的安全为代价为自己寻求安全，只会导致安全困境。他进一步表示，那些利用自己在国际金融和货币体系中的领先地位，肆无忌惮地实施制裁的人，最终只会伤害他人和自己，让全世界人民受苦。习近平在演讲中批评了霸权和以集团为基础的政治，以及其播下不和的种子并引发战争。习近平上个月在向金砖国家外长发表讲话时说，金砖国家应加强政治互信和安全合作，协调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相互照顾核心利益，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他呼吁金砖国家在这个动荡和转型时期促进发展。在习近平发表讲话后，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内的其他金砖国家领导人也发表了视频讲话。普京谴责制裁，描述与他在4月份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相呼应，其中包括莫斯科认可的一些地区安全概念，例如不可分割的无形安全。无形的安全是指一个国家的安全不能与其邻国的安全分开。俄罗斯认为北约向乌克兰的扩张对其安全构成威胁。普京称，俄罗斯和中国企业家被迫在充满挑战的环境中发展业务，西方合作伙伴忽视了市场经济、自由贸易和私有财产不可侵犯性的基本原则。他说，制裁还导致失业率上升以及原材料、零部件和食品短缺。普京说，在制裁中，俄罗斯与其他金砖国家之间的贸易和投资有所增加。他说，目前正在进行谈判，已在俄罗斯开设印度连锁店，并增加中国汽车和硬件在俄罗斯市场的份额。金砖国家自成立以来，一直团结一致，呼吁主要新兴经济体在世界舞台上拥有更多代表权，并反对西方大国不成比例的主导地位。这意味着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和世界银行 World Bank 的改革。金砖国家第14届年度峰会反映了金砖国家对全球秩序的态度，进而反映了对乌克兰局势的看法。这与西方国家的观点与看法截然不同，凸显了除西方以外，当今全球不可忽视且不断增长的新兴力量，正在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合理、更公正的方向发展。谢谢各位的观看，一波帮您追踪全球热点。如果对您有帮助，欢迎点赞、关注并订阅，下期不见不散哦。